日前，俄罗斯高调进行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试射。俄方表示，萨尔马特不仅威力大，还能突破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打击全球任何地方。那么，这款大杀器究竟有怎样的看家本领，能多大程度震慑蠢蠢欲动的西方国家？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的消息，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于莫斯科时间4月20号15时12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升空，试验用弹头精准击中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区域。俄国防部还发布一段时长1分多钟的视频，高调地向外界展示萨尔马特发射时多个机位拍摄的震撼画面。 这是俄罗斯首次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观看了试射过程。他在讲话中表示，这是俄罗斯军队先进武器系统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萨尔马特具有最高的战术和技术特点，能够对抗所有的导弹防御能力，将迫使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三思。Аналогов ему в мире нет и еще долго не будет.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ое оружие, будет укреплять бое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дежно обеспечи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т внешних угроз и застав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тех, кто в полуоголтело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риторике пытается угрожа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俄国防部表示，萨尔马特将取代现有的 R-36M 撒旦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 可以攻击全球任何的地方，是世界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导弹。4月23号，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表示，萨尔马特将布置于今年秋季入役，俄军将继续进行萨尔马特导弹的测试，然后交付俄军作战部署。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祭出这款大杀器呢？ 评论员陈曦认为，北约对俄罗斯的围堵打压愈演愈烈，俄罗斯这是在针对北约进行反威慑。西方国家呢，现在已经集中了大量部队，尤其是这个北约的这个军事力量呢，压到了俄国与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这个边境上，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呢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线。 那么这些力量呢，它有很多，它是有这个核背景的，比如说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美国的 F-35隐形战机，那这些战机是可以携带 B-61型的这个战术核武器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俄罗斯它是有切实的这个核威胁。 在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陆基核力量是基础和支柱。日前试射的萨尔马特被认为已取代苏联时期研制的撒旦导弹，成为美国等北约国家的新噩梦。那么，萨尔马特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它又具有哪些其他洲际弹道导弹所没有的看家本领呢？ 我旁边的这个就是萨尔马特的模型，是西方国家谈之色变的大家伙。2019年6月27号，俄罗斯首次公开萨尔马特的技战术性能。这款洲际导弹长是35.5米，直径3米，起飞重量为208.1吨，比4枚亚尔斯加起来还要重，接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撒旦导弹，成为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 萨尔马特之所以做得那么重，是因为它采用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优势在于比冲大，通俗讲的就是劲儿大，拥有一颗澎湃的心。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和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一枚萨尔马特可以摧毁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 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如果搭载着10枚75万吨 TNT 当量的分导核弹头，威力上是广岛原子弹的500倍。如果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搭载的是1枚2500万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那么该导弹的威力更是可以提高到广岛原子弹的1600倍，是真正的所谓末日武器。
而随着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技术的发展，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或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这2类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特点是在被萨尔马特加速到20马赫以上之后放出去，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使敌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难以拦截。俄总统普京曾介绍说，萨尔马特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他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地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均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据俄罗斯公布的数据，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比美国现役的民兵3足多了500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也使得其突防攻击能够不走寻常路。一般情况下呢，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威慑美国的路线是从北极方向飞往美国本土，而萨尔马特则可以绕道南极，避开美国的反导系统，然后回身打击其境内目标。根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发布的俄罗斯核武器2021报告，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拥有6型共计310枚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有的还需要一些独联体国家联合生产。而普京日前还透露信息，俄罗斯在研发萨尔马特时全部采用本国技术，这一点非常关键，无疑将使俄罗斯应对外部制裁更有底气。负责监督生产萨尔马特导弹工厂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负责人、俄航天国家集团总干事德米特里·罗戈金称，萨尔马特在4月20号的首次成功试射是送给北约的礼物。有分析指出，发展萨尔马特导弹也是俄罗斯推进3位一体核力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对俄实施战略遏制政策，在常规力量无法与北约有效抗衡的情况下，更新核武库就成为俄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必然选择。虽然俄罗斯拥有一个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核武库，在核武器使用方面，俄罗斯有着比美国更为克制的核威慑政策。2021年6月，普京签署了俄核威慑政策。俄核威慑政策指出，俄罗斯将核武器视为威慑手段，是极端情况下的必要措施。俄罗斯会做出一切必要努力，以降低核威胁，防止国家间关系恶化，诱发包括核冲突在内的军事冲突。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俄罗斯会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呢？俄核威慑政策指出，一是潜在对手针对俄罗斯及其盟友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俄罗斯遭受常规武器侵略，导致俄罗斯生存受到威胁。尽管如此，美国仍旧不遗余力地渲染俄罗斯核威胁，日前更是妄断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呢，它都没有到达这个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这个地步，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而且呢，在这个地区性的战争中一个这个有限的局部战争，要使用这个核武器，它确实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风险代价还是太高了。从现在来看呢，俄罗斯也不准备去接受这种代价，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急于要渲染这个俄罗斯要投入这个战术核武器要这个把俄罗斯包装成这么一种这个魔鬼的形象。那这个就是美国它现在的主要的目的所在。有观点认为，萨尔马特有着出色的突防能力，只要它成功发射，飞行可靠性没有问题，就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请教一下石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新的战略重锤所以它的突防能力很强。可以说，萨尔马特呢是俄罗斯导弹突防技术的集大成者，它采用了很多突防技术，包括呢分导核弹头、诱饵弹头。还有末端机动以及超远的射程等等，这就使得呢萨尔马特呢突防能力就很强了。以现在的反导技术，要想对它呢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呢确实是很大。所以在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里边，那么萨尔马特呢它的地位将会呢是非常重的。